这绝对是我见到过最幸运的男人。一场巨大的暴雪正在席卷西伯利亚的荒原，被困在暴雪中心的肖恩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他竟然发现了一个小木屋出现在眼前。肖恩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人居住，于是他加快脚步走向了屋。他先将身上的积雪清理干净，然后开始向屋内查看情况。现在的雪越来越大，为了安全考虑，他很希望能在这里借宿一晚，等风雪过后再继续出发。不过令肖恩没想到的是，他发现小屋里根本就没有人居住。他猜测这就是传说中的猎人小屋，在特定的时间猎人会使用，也可以给像他这样的迷路者准备的临时安全屋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可以带3件装备在小屋里生存2天，你会带什么？认为自己的装备能行的就在评论区吱一声，我看看谁的装备最厉害。清理门前积雪后，就不用担心门口会被冻住了。肖恩也回到了屋内。现在外面的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17度左右，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屋内的壁炉点燃。庆幸的是，小屋里面的装备和设施非常齐全。他拿出了斧头，来到外面开始劈柴。此时的肖恩认为自己简直是太幸运了，如果壁炉可以正常使用，外面狂风暴雪，而他所在的小屋能温暖舒适，这可能就是他这辈子在野外生活最舒服的一次了。肖恩将柴火放进壁炉，就将其点燃。目前看来，壁炉在慢慢的燃烧，大量的烟雾也全部都从烟筒排了出去。现在外面又开始刮风了，温度也在迅速的下降。为了更加的安全，肖恩来到了屋外，再次查看了烟筒的情况，直到确认毫无问题。此时，小屋内的壁炉在熊熊的燃烧，肖恩也终于可以坐在壁炉旁，让即将快要失温的身体得到快速的缓解了。身体开始可以活动之后，他来到了屋外，将水壶内装满了雪。在这种极端的天气下，只要有壁炉，淡水就是最好解决的问题。此时，肖恩看着外面厚厚的大雪，隔着玻璃都能感觉到很冷，而他却能躲在温暖的小屋里烤着壁炉，这也许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而现在，小屋在慢慢的升温，他也要开始为身体补充热量了。首先，他感觉锅里面的油已经烧热了，就将番茄先放了进去。今天他要在这温暖的小屋里面做一道他家乡最美味的菜。肖恩将所有的食材全部都放进锅内炖煮，只要番茄的味道完全释放出来，所有的食材都会变得非常美。屋顶的积雪已经超过了1米，考虑到屋顶的承重力，他现在要趁着煮食物的空隙，将屋顶上面的雪清理干净。回屋之后，他的美味晚餐已经加热到一定程度了。肖恩现在就要放入最关键的食材。当一颗鸡蛋被打入之后，鸡蛋和番茄融入在一起，混合发出的香味，让肖恩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。然后他只需要再将面包放在壁炉上加热，一顿美味的晚餐就完成了。现在外面雪花在持续飘落，而屋内有了壁炉的加持，已经温暖很多了。饭菜的香味也弥漫在这个温暖又舒适的小木屋里。倒上一杯热水之后，肖恩也终于可以开始吃饭了。他将面包放入锅内，让松软的面包吸满番茄配菜和鸡蛋的汤汁，一口下去他就已经非常满足了。晚餐之后，外面的雪也开始变小了，不过气温还在下降。现在的小屋里面拥有着非常舒适的温度，肖恩完全没有想到，就在他即将绝望的时候，他竟然发现了这间小木屋，让他看到了希望的同时，又给他提供了安全温暖的保障。现在的他更相信，只要坚持向前，一定就会有好事发生。听着外面风雪的声音，肖恩带着对明天的期待，也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